所以想搞什么所谓三海联动啊，就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好像就能够使他顾此失彼，好像就没有能力保卫我们中国的这个安全和和平，不可能的，这是打错了算盘。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有一些外国的舆论说呀，美国为了支持这个台独势力啊，搞了一个所谓三海联动啊，并且拉上日本。什么叫三海联动呢？就是指的东海、台海还有南海。你看，在这个三个海里边呢，东海有日本，这个台海呢有台独啊分裂势力，这个南海呢有美国、日本的这个军舰，还有就是煽动啊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啊，在这里边兴风作浪。所以呢，当这三个海都动起来的时候，这个浪都掀起来的时候，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可能啊顾前不顾后啊，顾东不顾南了，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就叫三海联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你这个三海联动能兴风作浪，能吓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其实我们先说呀，这个所谓的三海联动它并不新鲜。为什么呢？因为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搞了一个岛链的封锁，就是以一岛链啊，就是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然后经过我们的台湾岛，再到菲律宾这个方向的折转。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啊这个岛屿的链条，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上的这个封锁线。这样呢，就可以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封锁在一岛链以内。就说你连这个岛链都出不去，你怎么可能进入太平洋呢？那隔着太平洋才是美国呀，所以你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的安全上的威胁，而美国却把它的这些军事基地都安排在这里边啊，比如说安排在日本呐，安排在韩国呀，安排在这个菲律宾呐，这样把你包围起来，它形成一个前沿部署，把你堵在这里。你说这个三海联动不就是这个一岛链的延续吗？你看看东海不就是想扯上这个钓鱼岛，然后呢挑动这个日本跟着美国啊一块来兴风作浪吗？那么台湾岛他们支持台独的分裂势力，那是不是在台海又想兴风作浪啊？那么南海本来呢，这个南海周边的国家签订了南海这个行为准则和这个原来我们讲的南海各方宣言啊，就是大家坐下来谈解决相关的矛盾。那本来呢风平浪静了，美国和日本不甘心，又把澳大利亚呀等等一些域外的国家拉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显示他们的这个军事存在，所以他就是想在这块兴风作浪。那这些区域离开一岛链了吗？没有。所以呢，它是一个冷战思维，它是一个一岛链的这样一个延续。那我们再看，就是我们怎么应对。实际上，这些所谓三海联动，它是以陆地来为抓手的。三海联动，它的这个东海是什么抓手呢？钓鱼岛，中国和日本领土争端的一个点。那么台湾岛是不是也是一个陆地啊？当然是陆地，所以呢，它又是拿台湾岛来当做抓手。第三点呢，就是在南海呢，它是以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这些就是属于中国的这些领土，但是呢存在争议，所以呢，它要在这儿利用这些群岛的争端，以这些海上的划界矛盾来作为抓手，来作为插足的啊这个落点。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些落点以后，那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够应对吗？当然可以。你看现在这个钓鱼岛是我们的海警在那里巡逻，第二，在台湾岛是我们的解放军在那里绕岛巡航。那么第三点，在南海我们不但有守礁的部队，有舰艇，有飞机啊，当然我们也有海警。所以呢，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是完全可以掌控啊这个区域啊这个整个的海上通道的安全。你看，在这个区域里边，没有任何的商船或者是真正军用的船只，它无害通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说明我们掌控的很好嘛。在这个区域里边，虽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外国的军舰啊、军机啊对我们抵近侦察，但是
你敢侵犯我们的领海吗？你敢侵犯我们的领空吗？当然，陆地上你更不敢侵犯。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像钢铁长城一样，牢牢地把控着这个3海的方向，牢牢的就是掌握着这个方向的安全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想搞什么所谓3海联动啊，就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好像就能够使他顾此失彼，好像就没有能力保卫我们中国的这个安全和和平。不可能的，这是打错了算盘。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搞3海联动的这些人的企图之后，我们当然有应对的办法，我们更有应对的这种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